之前啊，我们说过斩杀线，现在的热度啊，那是越来越高了啊，直接让那些职人公知啊大破防。最近不是有个叫老魏的中国留学生嘛，实话实说啊，是个实在人。他发了个视频，就是在那边掏心掏肺讲这个国外的日子啊，就是他说在这个美国社会里呢，有一条看不见的斩杀线。这一番大实话啊，没把这个美国人给惹毛，反倒是把咱们某些在海外混日子的华人公知给气炸了。那气的是暴跳如雷啊，他真是急得眼了。这事就有意思啊，你想想啊，这个留学生说什么了？他说美国不好了吗？没说呀。他说这个美国要完了吗？也没说呀。他就是说了个社会现象，提醒大家伙啊，出门在外得留点神，得存点钱，别真把这个日子给过崩了。这属于教育科普嘛。可是呢，随着这个斩杀线的热度变高，一大波公知直接破防了。其中有个公知看完视频那是如丧考妣啊，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似的呀，嗷的一嗓子就跳起来了。他在网上那是声嘶力竭的发帖呼吁说，美国政府呢 FBI 呢，移民局呢，你们都死哪儿去了呀？赶紧把这个中国留学生给人肉出来，把他给抓起来，让他坐牢，把他驱逐出境。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这个人散布谣言，抹黑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恶劣影响。我说你这是喝了多少假酒啊，醉成这样啊？人家说是大白话，揭露的是客观事实，这个斩杀线是编出来的吗？你去看这个洛杉矶的那个滑板机啊，那一排排的帐篷啊，那里面住的人前2年呢可能还是什么工程师啊，是小白领，是退伍军人，怎么今天就睡大街了呢？不就是跌破斩杀线吗？连美国人自己的媒体啊，自己的电影无一之地都在拍这些事儿，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成了谣言了，就成了抹黑了？那合着美国人自己能说，咱们中国人就不能说呗？咱们一说就是别有用心。这公知急得跳脚，还要举报人家，非要把这人送进监狱才甘心。你品品这哪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形象啊？美国那个形象是靠一个留学生2句大实话就能抹黑的吗？那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黑啊。这公知真正维护的是他自己那点可怜的优越感，是他那只好不容易才糊在脸上的遮羞布。咱们先把公知那副嘴脸放一边啊，咱们得好好聊聊这个斩杀线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这个玩意儿在这个国外那么吓人呢？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是心里踏实，但在那种高度资本化的社会里那效率就是一切，金钱就是上帝。你看那些公知平时怎么吹的啊？美国福利好啊，看病不要钱呀，救护车随便坐呀，满地都是美元，刷盘子都能住别墅我告诉你啊，这都是开了美元滤镜之后给你看的照片。真实的逻辑是什么呢？那边的社会运行成本极高，你年薪呢看着是不少，换算成人民币是几十万上百万，但是房租、医保、各种税，还有那要命的保险费像几把大吸管插在你的动脉上吸血。每个月这个工资一到账，还没捂热乎呢，哗啦啦全划走了，剩下的刚够吃饭加油。这就导致很多的家庭根本就拿不出来500美元的应急现金这就叫手停口停，这就是最脆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突然生个病，叫个救护车，那个账单寄过来能把你吓出心脏病来，2-3千刀那是起步价如果你没有买那种死贵的商业保险，这一下你的积蓄就空了。那积蓄空了呢，下个月的房租就交不上了，房东可不管你什么人情味这个警察直接上门，把你的东西往这大街上一扔，这就是跌破斩杀线的第一步。那这个时候你想我去找个工作吧，对不起找工作得填表，表上面得写地址，你住哪儿呢？住天桥底下，住车里人家一看这个地址直接把这个简历扔他一桶里。那你又想那我办个手机卡联系业务吧，对不起办卡呢要查信用分，你这个房租断了，账单欠了，信用分就直接归零了，没有信用连个预付费的手机都办不下来。看见没有？这就是个死循环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漩涡，一旦你哪怕一只脚滑进去那个离心力就会把你死死的坠向海底。这就是留学生嘴里的斩杀线，这是人性和那个制度决定的。那是为了让资本赚得快，把这个没用的人、没钱的人像甩干机一样的甩出去这个事吧，残酷吗？残酷。真实吗？太真实了。可是这公知呢，他非得把这说成天堂现在有人指着这堆烂摊子说，看这有坑，
公知急了呀！哎，你闭嘴啊！这是艺术，这是自由的坑，你敢说这是坑，我就让 FBI 抓你！哎，你说这个公知为什么会急成这样子呢？第一点，他的生意要黄了。这些年呢，这帮公知靠什么活着呢？就靠2个字啊，忽悠，或者是靠这个信息差。早年间呢，咱们这儿还没有发展起来，大家出国少，也不知道这个外面到底是啥样子呀。这帮公知呢，就利用这个信息不对称啊，两头骗。他们在这个国内吹牛啊，说这个国外那是人类灯塔啊，空气都是甜的，下水道里都有油脂不好的零件，看病是全免费的，甚至说美国霸气小护照到了哪个国家都免签。他们就靠着编造这些虚假的滤镜，在国内呢收智商税，赚流量，卖书搞讲座，甚至是搞移民中介，那赚的是盆满钵满啊。然后呢，他们在那边又跟这个主子邀功说啊，哎，你看我多能干啊，我把你们宣传多好。但是现在呢，现在的年轻人啊，那是见过世面的呀。咱这个手机一刷，全世界哪一点破事不知道啊？留学生呢是满世界的跑啊，旅游的到处都是。那大家肉眼凡胎一看，嚯，这地铁里啊全是尿骚味啊，晚上出门都不敢带现金，流浪汉是满街睡啊。这个滤镜咔嚓一下碎了一地哦。这帮公知啊，编织了10几年的天堂神话，就被这帮说真话的留学生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给剥开了。大家发现原来所谓的灯塔底下全是灯下黑啊，原来那些光鲜亮丽的背后是普通人在生死线上挣扎呀。一旦大家都知道了斩杀线的存在，知道那边日子也不好过，谁还信他们的鬼话呀？没人信了呀，就没有流量了，那没有流量了，就没法变现了呀。这公知的饭碗那是被人给踹翻了，哎，你说他能不急吗？还有这第二点啊，他自己的底裤被人扒了，这才是最扎心的。哎，你以为这帮天天在这个网上吹美国的公知啊，在那边真的过得跟王爷似的？别逗喽，在海外生活的华人都清楚啊，想在那个社会站稳脚跟，那是真不容易啊。特别是这种只会耍嘴皮子啊，只会搞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文人公知啊，他们是既不会写代码，也不会修车，更不会开卡车。他们在那边也就是处于斩杀线的边缘，他们可能住着廉价的公寓啊，开着2手的破车，甚至还得去中餐馆端盘子啊，去开网约车维持生计啊。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通过在网上贬低咱们，抬高那边，来获得一种虚幻的优越感。虽然我在这个美国刷盘子但是我呼吸的是自由的空气啊！你们在这个国内吃香喝辣，但是你们那是墙内啊！哎呦妈呀，这就是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啊！可是现在呢，留学生呢把这个斩杀线的概念一抛出来，直接把那边的遮羞布给扯下来了，大家就会突然发现，哎呦喂，原来你在那边过得这么惨呀！原来你离这个流浪汉也就差一场流感呀！这种尴尬劲儿就像一个穿着名牌西装到处显摆的人，突然被人发现他那个西装后屁股上破了个大洞，里头连裤衩都没穿。这个公知啊，嚷着要去 FBI 举报，要去移民局告发，这不仅仅是泄愤这还是一场精心算计的政治投机。这个家伙恐怕自己已经快要跌破那条斩杀线了。他在那边的日子呢，估计也是紧巴巴的。他急需要向他的主子证明自己的价值呀。他想干什么？他想拿一份投名状。他想告诉美国人你看我对你们多忠诚啊！谁敢说你们不好，我就咬谁！我连我自己的同胞都咬！我把这个揭露真相的小子送进监狱能不能换我一张绿卡呢？能不能给我发点奖金？能不能让我在这个社会里稍微往上面爬那么一点点，离那个恐怖的斩杀线远一点点呢？这叫什么呢？这叫吃人血馒头。为了保住自己那摇摇欲坠的阶层，为了迈过自己的生存危机他不惜出卖良知，不惜通过破坏说真话的年轻人来换取那么一点点的残羹冷炙这种人哪怕是在他们吹捧的西方价值观里也是被唾弃的犹大。说白了他越是急着跳出来，越是歇斯底里越是能说明2件事。第一呢，留学生说的是真的，如果说是假的，你笑一笑就完了，你至于这么气急败坏吗？只有被踩到了痛处才会叫得这么惨这第二呢，这帮公知心里那是真的虚他们就像是那种走夜路吹口哨的人，这心里面呢怕得要死必须得靠这个大声嚷嚷来给自己壮胆。其实看着他们上蹿下跳的样子我这心里面呢除了好笑，还有点可怜他还没有搞明白时代变了那个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时代呢，那个公知放屁都是香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的年轻人啊，自信着呢，眼睛亮着呢。咱们不否认啊，人家美国呢是有先进的地方，有值得咱们学习的地方，咱们要客观看待。但是呢，像这种斩杀线一样的社会顽疾呢，咱们也必须得看清楚。那看清楚了，咱们才能避坑啊，咱们才能知道咱们自己的路该怎么走。这个留学生啊，做得对，做得好，这是给咱们提了个醒。而那个公知呢，他就像是那个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啊，死不让那根已经腐烂的洋鬼棍不撒手啊！哎，他以为啊，只要把说真话的人嘴堵上，只要把揭露真相的人给抓起来啊，那个虚幻的天堂就能继续存在，他那点可怜的优越感就能继续维持。做梦呢！这个公知啊，现在这么闹，除了让全世界看他的笑话，起不到任何作用。等到他自己啊哪天真的不幸跌破了那条斩杀线，被他心爱的美国主子像扔垃圾一样扔到大街上的时候，哎，不知道他会在那寒风瑟瑟的帐篷里啊，会不会想起今天这出闹剧？会不会觉得脸疼？这事儿啊，虽然看着挺热闹，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啊，都没有绝对的天堂，哪儿都有难念的经，哪儿都有那条隐形的斩杀线。关键是啊，咱们得心里有数啊，得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怎么经营好自己的生活，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哎，至于那些跳梁小丑的公知啊，咱们就当个乐子看看。他越急呢，说明咱们走的路越对；他越慢呢，说明咱们的日子过得越明白。好啦，今天讲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